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手里拿着美股美债的朋友，这几天看着最新的通膨数据跟联准会的政策风向，是不是觉得整个市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前阵子大家看到通膨稍微降温，看在开心的觉得降息大水马上就要来了，准备进场狂欢。野村证券发布的最新通膨监测报告，直接给了所有盲目乐观的多头一记无比冷酷的耳光。野村指出，5月的核心通膨根本没有真正降温，他们甚至大幅上调了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预估，并且坚定维持了一个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钢铁预测，那就是联准会将会把现行的高利率一路死死钉在原地，直到2027年底都不降息。与此同时，高盛证券今天也拉响了红色流动性警报，指出新任主席凯文·华许如果强行缩减联准会的对外沟通，将会在今年夏天引爆债市史诗级的波动风暴。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这两大投行刚刚曝光的底牌，以及全球资金最真实的生死防御战。野村美国研究团队在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虽然5月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仅增长了 0.208%， 表面上看起来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0.3%， 给了大家一点点通膨放缓的幻觉，但如果你仔细拆解底层的成分，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场数字游戏。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虽然5月份的核心商品通膨自2025年5月以来首次转为负值，看起来好像关税与一次性冲击的影响正在消退，但野村警告，在全球关键原材料与高端组件持续吃紧的实体约束下，核心商品的价格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有着极高确信度会重新掉头往上狂飙。更为致命的是，那些与我们日常开销最息息相关的房租和业主等价租金，其去通膨的进度依然极其缓慢，甚至在部分特定城市还出现了个别特异性的局部暴涨。这种服务业通膨的强大粘性，在野村的模型里引发了最猛烈的反弹。野村报告明确宣布，基于最新的5月物价数据，他们决定将当月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预估从先前预测的 0.327% 大幅且无情地上调至 0.376% 的水准。这项核心通膨预估的向上修正，本质上是因为金融服务价格与机票票价等指标在背后释放出了超预期的通膨热量。当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环比增长高达 0.376%， 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震荡，这在实体世界上已经彻底截断了联准会今年降息的所有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野村证券在今天的报告中敢于力排众议，坚定维持其联准会直到2027年底都将完全维持政策利率据守，一毛钱都不降的超鹰派判断。然而，就在野村宣布降息大梦彻底落空，高利率将成为长线新常态的背后，高盛证券在今天的全球市场报告中，则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更为惊人，甚至会直接推高全球借贷成本的联准会新议长沟通危机。大家要知道，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凯文·华许在学术和政策立场上一直是一位极其强硬的前瞻指引反对者。他曾公开批评联准会过去给市场提供了太多太透明的前瞻指引和点状图，认为这是在作茧自缚。但高盛经济研究团队在发布的深度量化报告中，用几十年的历史数据给这位新主席的关麦保持沈默想法敲响了最严厉的警钟。高盛指出，联准会的政策沟通在过去经历了长周期的历史性转变。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中期以来，联会一步步将决策过程透明化，主动向市场传递政策路径的演信，在实体世界中直接帮助全球市场对政策利率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定价，极大地消减了利率市场的盲目猜测与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下降，在财务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红利。它不仅显著压降了债市的期限溢价，更在实质上降低了全球企业和家庭的融资借贷成本。高盛的研究显示，在联准会沟通透明化的历史进程中，2000年代中期最初那次将政策决定透明化的历史性转变，才是推动市场定价精确、降低债市波动的最核心单一工程。相比之下，后来引入的经济预测摘要以及每次会议后的例行记者会，其边际贡献反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然而，到了现任联准会主席鲍尔的时代，
每次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已经成了整个货币政策沟通中最不可或缺的灵魂焦点。高盛数据显示，鲍尔时期的记者会在客观上引发了极其高频的债市日内交易波动，而现在华许新主席如果真的如他所主张的那样，在即将召开的6月会议上无预警地削减前瞻指引的透明度，甚至暗示未来将减少记者会的召开频率，高盛警告，这将会被全球潮线资金视为联准会主动收窄了政策的感知空间。在缺乏明确政策路径指引的迷雾中，各个政策委员之间的软性分歧与隐性争论将会被无限放大。这不仅会让期限溢价在短期内报复性暴涨，强行推高美债10年期殖利率，更会在今年夏天引爆一场席卷全球债市的高利率波动率海啸。对于这场由野村零降息预测与高盛债市波动警报共振交织出来的宏观大变局，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预期联准会会按部就班降息的初级阶段，大大跨越到重估货币政策沟通黑洞与期限溢价重组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习惯了联准会那种手把手教学，恨不得把未来2年的利差路径都写给你看的温和环境，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高达 3.76% 的核心 PCE 通膨粘性早已将新任主席华许逼到了必须重塑联准会抑制通膨公信力的死角。当野村预估联准会将会把政策利率一路锁死到2027年底，而高盛又拉响了华许减少沟通引发期限溢价攀升的警报，这本质上意味着美债长端殖利率重回 5%， 甚至发起向着更高区间冲击的重力，正在成为未来几个月不可逆转的物理常态。起向由债市不确定性高企倒逼出来的熊市平坦化与高波动新常态，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主权资金在2026年下半年的配置路径。华瑞认为，在美债期限溢价扩大且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环境下，那些手里缺乏实体定价权，其产品缺乏技术物理壁垒，且高度依赖廉价美元债滚动来维持高估值外壳的二线科技和信用资产，将会面临极其惨烈且无情的去杠杆洗牌。相反的，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几家在物理世界中手里握有大客户战略长期合约保障，其产品和核心技术具备极高物理壁垒，如可口可乐、美光、博通等，且能够通过自身强大定价权与高额股份回购平准利率波动的防御性实体蓝筹，以及能够提供实质高票息回报的短期高评级信用资产，则能在这场资金去拥挤化重回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聪明钱的去虚向实大洗牌。不过，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挑战。首先是6月17日联准会会议上华许首次亮相，如果过于强硬，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可能会在短期内抽前美债市场流动性并推高收益率，冲击全球高估值权益与信用资产。其次，美伊协议或地缘政治缓和若导致油价大幅回落，将迅速拉低损益平衡通膨率，为野村目前预测的零降息至2027年底的模型提供释放压力的政策缓冲空间。华瑞认为，这2份在议息会议前夕发布的监测，用冷静的数据为我们梳理了最真实的全球债市底牌。这是一场高息维持与期限溢价重组的结构性变革。大家在资产防御时，绝不能只看名义汇率和指数每天的起伏。在接下来几星期里，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第一是6月17日联准会会议上华许是否开始实质弱化前瞻指引，这将直接验证期限溢价与利率波动率暴涨预测的成色。第二，则是关注即将公布的5月核心 PCE 实际数据，看看它是否真的如野村所预测的那样，在金融服务与机票价格的推动下，强势冲上 0.376% 的超预期高位。看懂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与政策硬指标，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提前为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